好，接下来呢，我录一个补充视频啊。这个呢是一个 AI 生成的模型，啥样的图呢？就是这样的啊。这个一个非常简单的形状的这样一个角色啊。但如果这是它的效果图，这是它的效果图，就是 AI 生成的啊，用 Love at，对吧？这个图是在网上找的参考图，这个是根据这张图生成的生成角色的身体左右对称，正面视角 T-pose，于是我就得到了这样的一张图。然后这个小人呢，它的造型比较简单啊，也比较适合初学者。然后呢，你如果看到其他的一些图片有什么好看的衣服，你就可以给它穿上。比如说这个衣服我觉得挺酷啊，我就想给它穿上。你只要给它这样的提示语就可以了啊。图一的角色穿上图二的衣服，图二就是他，那他就穿上这个了，对吧？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手动的去给衣服建模，这里边我还给他穿了其他的衣服，对吧？这些都可以，对吧？我觉得初学者啊，刚刚开始接触 Blender 和 AI 结合的这些同学，可以尝试的去做一下这样的东西啊。我这个视频呢，主要就是讲我们如何在 Blender 里边把这张图转换为一个可以用来绑定骨骼的低面模型。那这张图我们把它下载下来，然后上传到混元 3D， 对吧？上传到这个很简单，直接上传到这里，图片直接拖到这里，然后50万面，然后点击生成就可以了。然后你在资产里边就会获得这张图片，那就会获得这个模型，然后选择 GLB 文件把它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以后，你就把它拖到 Blender 里就可以了。拖到 Blender 里就是我们这节课要讲的内容。最终我们整理出来的模型长啥样呢？就是这个样啊，就这个样。你会获得一个低面的低网格的模型啊，这样的模型特别适合做绑定骨骼，也适合给它加衣服啊，适合做改造，而且它的造型也还行啊。OK， 好，我们新建这个文件，我把它另存一下。第一步，先把文件拖进来啊，把那个 GLB 文件拖进来。拖进来以后，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高模啊。这个模型有50万面。打开侧边栏条目里边，把这个改成欧拉，然后发现这里有90度的旋转没有清空 ，Ctrl 加 A 旋转缩放应用，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进入编辑模式 ，A 键全选所有顶点 ，M 键按距离合并，底下提示移除了28000多个顶点，对吧？好，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完整的模型。接下来我们要做自动拓扑和强制对称，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角色的头部啊有一部分是不对称的，对吧？这个头发型就不对称，对吧？你如果强制对称的话，如果强制对称，我们打开自动拓扑可以拓一下试试，给它6000面，你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啊。好，你会发现它的头发变成这样了啊。如果你能忍这种发型呢，那也可以，这样倒省事儿啊。拓完了以后，直接就变成这种模型了啊。只不过材质我们要重新再去做烘焙流程啊，材质要做烘焙啊，但是这个肯定要做的。好，撤回去啊。好，遇到这种不对称的地方，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就是我们要讲的重点啊。首先，我们要对模型啊进行一个备份，把这个是 Ctrl 加 C Ctrl 加 V 复制一个备份，然后把这个关起来啊，渲染和显示、视图显示和渲染都给它关掉。这个用来备份，我们来处理的是这个模型啊，处理它的副本。第一步，先给它做个切割啊，来到雕刻模式。雕刻模式呢，我们用这个遮罩笔刷套索，我们把不对称的地方给套住，尽量的去套不对称的，也就是头发这部分，对吧？这部分是不对称的，我们把它套住，套出来完了以后，我们把遮罩的这部分给它提取出来，遮罩切片到新物体，点击啊，这样的话它就变成了2个物体，对吧？底下和上面，并且呢，它自动的给你封了口啊，口也给你封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处理，分开来处理啊。那也就是说，除了头发以外，底下的这部分是完全对称的一个模型，所以我就可以用 Code Remeasure。好，我们进入到先对它进行一个处理，雕刻模式 Alt 加 M 清空遮罩，要不然上面这个剖面还遮罩着呢。然后 R 键重构网格啊，摁 R 键0.004005的样子，0003可以试一下，Ctrl 加 R 重构。好，再来啊，Ctrl 加 R 重构，你会发现会牺牲一些细节，但是没关系啊。你把这个重构0.003改成0.0015，再改小，然后再重构，这样的话能保持更多的细节啊，差不多这样就可以啊。然后我们进入雕刻模式，我们继续 GF Grab 笔刷 F 笔刷调大 Shift 键开对称，我们平滑一下，然后再 Ctrl 加 R 重构，再平滑 Shift 键。好，这个底下这个模型呢，我们还是要对它进行一个2次的强制对称。
雕刻模式，然后这里有一个强制对称啊。好，你会发现模型有稍稍的一个变化啊，这两边已经绝对对称了。在绝对对称的状态下，我们再把这个头顶这个剖面给它再做一定的修补啊。目的是什么呢？开对称雕刻，然后用 Clay 笔刷啊，把这个地方给它做的凸起来一点，为了让它更好的跟其他的部件进行衔接嘛。好，其实大家如果做 3D 打印，拆件其实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步骤啊，只不过拆的结构不一样，但是技术点都是一样的。好，现在有了这样一个额头，对吧？你也可以把这个额头呢再做2次的修改，也是可以的啊。用 Grab 笔刷拖拽拽，好，有了这样一个秃顶老头，对吧？好在它是全对称的，我们把它的布线打开，可以看到它的布线很密啊。然后我们给它6000面，对它的身体进行一个左右对称的自动拓扑，选中 Remesh it。好，拓扑完了以后，你会得到这样一个网格啊，右键平滑着色，啊，还可以啊。这个眼睛这个地方，如果你不喜欢凸起，你可以把它平滑掉。这样的话，其实眼睛是画上去的，也可以。好，这个模型就处理到这儿。唯一的遗憾就是它的手指头是分离的啊，那这一块没关系，我们回头给它装一个假手啊。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头啊，头这一块也是一样啊，我们可以给它什么呢？雕刻模式 ，Ctrl 加 R 重构，哎，颗粒度太小，太大啊，0.001重构。好，这样就好了啊。然后我们把这些剖面不平滑的地方给它 Shift 键平滑掉，让它更好的跟底下开对称去做平滑啊，尽量让它圆润啊，圆润平滑掉，把这个剖面给它平滑掉。然后这个模型就不要强制对称了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不对称的。然后有这个模型以后呢，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拓扑，给它1000面或者2000面啊，因为它的表面的细节比较多嘛，给它2000面做自动拓扑。好，拓扑完了以后，哎，错了，看见没？因为我开了对称，撤回去。当然，如果不撤回去也行啊，我们直接把这个删了，选中这个原来的高模啊，把刚才拓出来的错误的结果删掉，把高模重新显示出来也可以啊。然后把对称关掉，然后重新 remesh it 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不对称的一个模型啊。表面的细节牺牲了没关系啊，等会儿我们再把这个细节给它烘焙回来就行了啊，因为高模还在啊，我们把这个剖面给它删除掉啊，底下这个地方我们就保持这样一个缺口啊，有这样一个缺口会比较容易长 UV 啊。好，然后我们把高模给它打开啊，把底下的身体给它打开啊，这两个模型其实组合到一起就是一个很好的头发，对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它把手给它砍掉啊，砍这里吧。选中这条边 ，Q 键选择循环线内侧区域 ，X 键删除面。好，这边也一样啊。如果你不想两边都做呢，那你就来一个强制对称。反正这个模型是一个网格对称，正到负。反正这个模型是一个对称模型，你就可以这么来处理。而且现在还没有展 UV，也没有做形态键，所以你就可以随便来啊。强制对称是可以随便用的，但是一旦展了 UV，就不要随便去强制对称了啊。好，这时候给它装一双手上去，我们可以来到资产，因为这个手啊是通用性的啊，大部分角色只要是人类角色，他的手长得都差不多，无非就是卡通手和这个写实的手两种差别，或者最多再有第三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差别。那这里呢，我们就找个卡通手，就这个只有4个指头啊，太卡通了，我们用这个5个指头的啊，直接拖进来，拖进来以后会很大啊，这个手很大，Alt 加 G 让它回到世界中心，然后再缩小它。然后把它放回去，然后 R 键放平，先给它在正交视图给它一个合适的大小。这个手一般跟脸啊，这个巴掌就跟脸差不多大就可以啊。然后呢，在顶视图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它的食指啊，找它的这个食指跟轴向平行，然后把这个对上啊，这个地方来一个对齐就可以了啊。你会看到这个手的布线其实很密啊，来看一下，是我拖错了啊，错了，应该拖这只手啊。这是一个低模啊，那这个删除，拖这个。刚才那是一个布线比较高的一个高模 ，Alt 加 G， 然后 S 键缩小啊，换了一个低模啊。我们要的是低模，既要保持这个手的造型，同时让它的面数尽量的低，差不多多大呢？差不多就这么大。然后让食指跟这个 X 轴平行，
差不多就是这样啊。然后我们把它对上去。好，你也可以做个手套啊，做手套可能更简单一些啊。然后我们把胳膊这个地方给它剪断 ，Q 键选择循环线内侧，X 键删除面啊。然后手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地方的接缝 GG 滑移一下啊，这两边我们是要做衔接的。好，那我们把这只手呢，把它的 UV 给它切一下啊。这个时候切比较好啊，你这时候切完以后再镜像过去，那边那个手也是有 UV 的。顺着这个，因为这个手的布线非常好啊，所以说你切 UV 也非常好切啊，就直接这样从中间把它劈开就行了。按住 Ctrl 键首尾点啊，首尾点，就你选中一条边啊，右键标记缝合边啊，标记完了以后啊，怎么首尾选？先选这条边，然后按住 Ctrl 键选下一条边，它两者之间就会自动的给你连接。所以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进行选择的啊，按住选中这条边，按住 Ctrl 键选下一条边，它会自动的在中间建立连接路径，好吧？好，那这个手我就长好了，给它给它镜像过去，以这个身体作为镜像轴啊，两边一边一只手，那这边呢进行一个强制对称，网格对称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只手能不能添加一级细分，先把它的我们这只手啊等等啊，先把它的 mirror 给它应用掉啊，应用掉，然后给手添加一级细分，让它的布线增加1倍，对吧？这样的话我们来做衔接。衔接之前呢，我们先把身体的 UV 给它斩了啊，身体的以及脚的 UV 给它斩了。这个人物角色非常简单，所以我们只需要怎么斩？进入编辑模式，选中这一圈头，标记缝合边啊。斩身体的 UV 就是这样啊，你把它想象成几个部分，中轴线省事儿啊，图省事儿，中轴线啊，标记缝合边啊，一横一竖，然后这个跨啊这个地方2条。选这里吧，选这里啊，2条环线，右键标记缝合边，对吧？这样2条腿就切下去了。胳膊呢？胳膊实际上这个地方我们只需要这样来一下，从肩膀上标记缝合边，然后底下我们也可以再从这里来一下，你把它想象成前片和后片啊，右键标记缝合边，然后就是腿。腿呢，我们从中间这个地方开始，然后一直到它的裤脚，标记缝合边，对吧？然后这个标记缝合边啊，这是脚。然后剩下来这个脚呢，我们就最简单粗暴啊，从中间把它劈开。但是标准的切法应该是先把鞋底子切下来，你就不管它的布线了啊。这个脚的布线其实不太好，没关系啊，它是自动拓扑的啊。因为这个脚的造型也基本上没有啥造型啊，标记缝合边，好，然后再从这儿来一刀，标记缝合边，这个脚就切好了啊，腿也切好了，手臂也切好了啊。接下来看一下头，头呢上面就是这样一个造型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头想象成，把它从侧面啊这个地方选择改为标记缝合边会快一点啊。耳朵啊，这样的话你直接首尾一点，它自动的给你标记缝合边了啊。这样的你把脸想象成前后2片，对吧？好，然后这个地方有点张不开，再来一下，鼻子这一块有弧度，它也张不开。好 ，A 键全选网格，强制对称过去，正负到正，对吧？头也好了啊，但是我们刚才好像把这个底下的那个没有，头是对称啊，把刚才底下切好的部分给它覆盖掉了，没关系啊，再来一下，上面一下，底下一下，好，然后脚啊，脚的刚才的那个内容被我覆盖了，标记缝合边啊，切 UV 这个事儿还是很麻烦啊，但是你切了，你的材质各个方面就比较好处理啊，也就是这个地方比较花时间，所以我就没有把它放到课堂上，因为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啊。因为这个切 UV 它虽然也很重要，必须要掌握啊，但是呢，它确实是重复性劳动。好的，这个角就好了 ，A 键全选网格对称，应该是从正到负啊，再把切好的 UV 给它再反复覆盖一遍，也就是 UV 你只用切一边，另外一边强制对称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取消独立显示啊，手也好了，
手也好了，然后我们把这个手跟这个身体 Ctrl 加勾合并，合并以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强制的桥接，这个地方，G， 把它往这边拖一点啊，然后来到顶视图 ，SX0，选这边右键桥接循环边 ，Ctrl 加 R， 这里加一些环切，因为这个地方绑骨骼啊，细分要多一点。这个地方再给它来一下。我们把这个三角面啊，尽量的藏在这个里头，看见没？比较容易处理。好，那这一块我们用平滑笔刷平滑一下也是可以的。这样的话，让它的线不会有重叠交错。好，然后再来把刚才没切完的缝合边给它切完。好了，这个手就弄下来了啊。把 A 键全选，网格强制对称，正到负啊，那边也就处理好了。就是强制对称是一个省事儿的事儿啊，因为现在我们的 UV 还没有展啊，来到 UV 编辑，我们只是把缝合边切了，还没有展。对，还有头发啊，头发的缝合边没切，我们把头发也简单切一下。这个头发因为它没有什么纹理，一般就是单色，所以说也比较好切啊。你就把它，其实就是切碎就行了。头发标记缝合边，看看这里，标记缝合边，这个地方再来一下标记啊，然后再纵向的再来一下。你通过这么横着竖着来几刀，它基本上就能展平，能展平就行啊。因为它这个，而且都不用太平啊，就是基本上展平就行。因为它上面没有什么花纹，没有什么纹路啊，所以 UV 这一块呢，有一点挤压拉伸也没关系。好，这样就好了。然后我们把这个头发跟这个合并 ，Ctrl 加勾，合并到一起，进入编辑模式 ，A 键全选，来到 UV 编辑器 ，U 键展开。我们得到了一个全身的模型展开啊。这个展完了以后，我们来到 UV 冰排孤岛，先打个包，要 A 键全选啊 ，UV 冰排孤岛0.003吧，给它一点编距，好，它就给你塞好了啊，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状态，给你重新用最节省的方式给你做了一个 UV 的布局排布，在这一张画布上，就相当于把一个三维物体的表面啊，给你展平在一个二维的画板上。这样的话，系统就知道你的每一点颜色画到这个二维画板上哪个位置。比如说我在这个脸上这个地方画个眼睛啊，我就知道在这个面啊，这几个面，我把这个 UV 同步打开啊，我就知道哎这几个面在这个二维平面上的这些位置。那我在这里画一点红色，那这里就会看到红色啊，所以这是二维的展开效果，这个是三维空间。这个二维的裁片会包裹在三维的空间物体上，所以二维 UV 是三维空间的一个对应关系啊。这里好，我们现在拓扑啊，就是布线整理好了，然后呢，UV 也展好了啊，都准备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其实理论上就可以画贴图了啊。来到着色这里，把原来的旧材质给它删掉啊，也不叫删掉，叫断开啊。旧材质还在，只不过旧材质呢已经是基于原来的那个 AI 生成的 UV 生成的。然后把上面的空的材质插槽给它删掉。好，我们给它建立一个新的材质，这个材质叫什么名？叫1啊，你自己知道就行。然后 Ctrl 加 T 添加一个空的画板，新建一个什么画板呢？比如说4098啊，要大一点。基础色 CC 好吧，然后点击新建图像，纯黑的啊，因为它啥颜色没有。理论上我们现在可以在上面画画了啊，纹理绘制这个地方选个颜色，比如选个白色，那你就可以在这画画了啊。如果开对称的话，就可以画一些东西啊。好，我就不画了啊，只是做好了一个准备。为什么可以画了？因为我有 UV 了啊。UV 就是告诉电脑，哎，我的每一笔颜色能够反映到二维图像上的哪一块。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二维的 UV， 对吧？我把刚才新建的这个 CC 图像给它调出来，然后跟二维的这个 UV 做一个对应。然后这边呢，哎，我比如说在脸上，我给它画一个大大的眼睛圆圈，它马上就在这个地方能够找到哦，我画的是这个位置，这只眼睛画的是这边。理解了吗？啊，就是三维空间模型的表面在二维空间上的一个坐标体现，这个就叫 UV。那这个只是我其中的一种 UV 展开方式。那一个模型可以有多种 UV 展开方式啊，这是个概念。
好，我先撤回去，我不打算手画啊，手画太累了。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是打开材质预览，可以看到材质。我们把原来最早的那个高模打开，对吧？这个是我在混元 3D 上面把线框关掉啊，这是在混元 3D 上面的那个生成的 AI 模型它自带的材质，对吧？这个是我通过布线整理以后获得的一个素模。那我现在要把它身上的这个虽然很粗糙，但是基本上还可以的一个基础色贴图烘焙到它表面。同时呢，它不光有基础色贴图，它还有很多模型的凹凸细节。这些沟沟壑壑的啊，这种凹凸细节是这个低模所没有的。那这些细节我要希望通过法线贴图的方式啊，把它烘焙到它的表面，所以我需要烘焙2次啊。我们接下来来展示这个过程。Alt 加 G 还原，先选这个 Material， 再选 Top 啊，就是我要从它身上，从高模身上烘焙到低模身上，先选它，然后 Ctrl 键加选它，也就是说按住 Ctrl 键以后加选它以后，那这个低模当前就变成了活动项。变成了被烘焙的对象，然后我们直接不要动，什么地方都不要动，直接来到着色这里，打开材质节点，把这个低模的这个 CC 是个全黑的画布，对吧？把它先断开，断开才能接受烘焙信息。然后上面的这些东西都保持选择的方式不变啊，就是高模、低模这种选择方式不要变。然后来到 Cycles 渲染器，把渲染设备改为 GPU 渲染，往下拉，来到烘焙这里，烘焙什么类型的？烘焙基础色，漫射就是基础色啊。然后把直接光、间接光关掉，勾选所选物体到活动物体，然后挤出，这里改上 0.02， 就是烘焙的这个距离。你想想，从高模跟低模现在是重合在一起的，但它们之间不可能完全重合，会有一点点误差。那这个误差的范围就是这个挤出范围，就是 0.02。好，那底下都做好以后，这些都做好以后，注意要选中这个节点，这个图像节点，因为我们要烘焙的是这个节点，然后点击烘焙，底下就会走进度条。这个操作要很繁琐啊，要多来几遍你就学会了。学会了以后其实非常方便啊。好，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张基础色贴图。这张基础色贴图就是把之前高模的那个颜色信息烘焙到了这个低模的 UV 表面。然后接下来我们把高模可以暂时隐藏，然后把这张图连接到基础色上，可以看到低模啊也拥有了跟高模一样的颜色信息。这个烘焙完了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对这个贴图进行一些修改了啊。你会发现这个看上去还是有点糙啊，因为它是有一个原理化 BSDF， 如果你直接把它拖过来，你会发现一个纯色啊。我们通常要改它的这个就是通过纯色纹理绘制，然后把这个改为黑色，把它的眼睛画一画，对吧？给它画一个干净的黑眼睛，把原来的脏颜色给它盖住，这样就好了。然后红色，我们如果想取这个红色 ，Shift 加 X 取一下，就可以给它画红色啊。只不过我现在开着对称的，对称给它关掉。这个地方取一下这里脑门的颜色，可以把这里的颜色做一个修正。Shift 加 X， 好。然后我们像这种地方，我们就涂抹一下啊，保持它的明暗信息。这种地方我们图省事儿也可以涂抹，涂抹有时候能够节省我们的大量时间啊。好，你像这种地方 ，Shift 加 X， 选画笔 ，Shift 加 X， 把这里的颜色可以盖住啊，擦掉，啊，得到了这样的嘴巴啊。当然你也可以画个嘴巴，也可以开一个嘴巴，对吧？那我现在需要它的阴影，把这个阴影再给调出来，对吧？好，然后我们给它一个什么别的环境光看看，对吧？我们就可以了。当然有时候有同学说这个塑料感太强，那你可以调它的粗糙度啊，粗糙度调低一点，粗糙度调高一点，然后把它的次表面打开啊，让它有一点肉感，0.1，对吧？它这个有点这个光的这种皮肤感觉就出来了，0.1都高了，0.05吧，对吧？然后如果你想让它说话，那你就可以在这里给它开嘴巴喽，选中它啊，这个把这个路径改成选择啊，要不然还在展 UV，Ctrl 加 B，Ctrl 加 B。X 键删除面，然后我就得到了一个嘴巴，然后用我们之前讲的做口腔内部的方法，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嘴巴给它挤出来。然后呢，这一步如果做完了啊，你觉得 OK 了，你还可以给它加衣服啊，比如说我想给它做个 T 恤衫，那我就直接提取这里的面，对吧？提取这里的面，提取这个面吧，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紧身的衣服啊，是没问题的啊。T 恤
Q 键选择循环线内侧，你把这一块面 Shift 加 D 复制，把 P 键分离选中项提取出来，提取出一个单独的模型啊，单独的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呢，你把它原来的材质给它删掉啊，这是空材质啊，然后给它重新长 UV 画贴图都可以啊。然后形状呢，我们可以进入编辑模式 ，A 键全选 Alt 加 E， 沿法线挤出各个面啊，可以让它这个怎么样，有一点厚度。当然你也可以不是 Alt 加 E 啊，你可以 Alt 加 S， 沿法线放大，也就是它跟皮肤之间有一点空档，然后它就有衣服了，对吧？那你可以对这个衣服进行进一步的修改，比如说这个领子 GZ， 我想让它高一点、大一点，然后 SZ0 打平 ，R 键旋转，上面高前面低这个领子，然后可以给这个领子 ES 挤出一个厚度，对吧？然后 EZ 往下挤 ，S 再缩小，这样的话它就有了一个领子，你可以给它添加1级、2级细分，对吧？那卡边、卡厚度那就是你的事儿了，对吧？那领子可以这样做，袖子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然后这边有同学说这里有一些黑色，有些黑色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是怎么回事啊。来到纹理绘制这里，可以看一下，它这些有些地方是有黑色，是因为没有烘焙上去，对吧？这个低模跟原来的这个高模有些地方是没有重合的，因为这个手是我们后来换上去的啊，后来换上去的手跟原来那只手肯定在空间上不可能完全重合，没有重合的地方它就用黑色啊，烘焙的结果就是黑色，好吧？那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用2D 画板图像绘制这里啊，这个叫图像编辑器，图像绘制在这里去涂抹，把这些黑色的地方给它涂抹上啊就好了，边缝的地方给它涂上，马上对应的那边就好了。就是这边的颜色，你看这个 UV 范围内颜色涂好了以后，这边马上就好啊。这边也是一样，基本上用涂抹工具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好，这只手，还有这只手啊，当然如果你嫌Shift 加 X 取一下，然后直接画也可能比较快。画完了简单涂一下接缝也可以啊。好，这边就好了啊。这边也给它涂一涂啊，有没有涂漏的地方？好，这边这只手就 OK 了，这边这只手也是一样啊。这个颜色就怕没画到啊，画出去是没关系的，你不要画到别的 UV 块里去了就行啊。这个是应该画的是另外那只手啊。好，这个就好了啊，两只手的颜色基本上就相近了。当然，你也可以给它做一条裤子，用刚才做 T 恤衫的方法。然后这个 T 恤衫呢，我们也可以把底下的下摆做一个调整 ，SZ0 先给它打平 ，G S 键放大一点，对吧？Ctrl 加 R 再卡个边，或者说你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旋转 R，然后开软选择 S 键，软选择用鼠标滚轮来调整它的大小，对吧？这样来调整它的下摆，然后软选择关掉 ，S 缩小一点 ，E 键向下挤出，选中这一圈 Ctrl 加 B， 好了，这不就有了一个衣服的下摆，底下你可以穿个黑裤子或者牛仔裤的颜色都可以啊。短袖如果觉得短了，你也可以多提取一些面，或者直接把这个短袖这个袖口 G 往这边拉啊，开 X 轴对称 ，SX0 打平，对吧？然后 G 放大一点 ，Ctrl， 那这个地方就不能再去加环切啊，加环切你就一起加，数好了，这边加多少段，加2段，那这边也得是2段，两边网格保持完全对称。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只是把它的基础色信息给烘焙上去了。那实际上原来的高模，我们把高模打开啊，把高模拿出来比对一下。高模其实虽然贴图比较粗糙啊，但是人家表面上这些沟沟壑壑的这种地方啊，细节还是蛮多的。那这些东西如果丢了，我们只要这个低模，其实是有点得不偿失啊。好，那这一块我们要通过一个叫法线贴图的东西把它烘焙上去。好，我们先撤回去啊，来到材质预览，把线框先关掉啊。我们让高模跟低模还是保持重合啊。你看这里是我这件 T 恤衫，把 T 恤衫给它隐藏掉啊，全部隐藏啊，包括后面这个相机也得点掉啊。然后先选高模，再选低模啊，来到着色器面板，保持这种选中方式。然后我们在低模的这个材质这里啊，
这是低模，刚才烘焙的是这个 CC 基础色，对吧？那接下来我们 Shift 加 A 添加一个，再添加一个图像纹理，新建，这个改到4098，也就是4K，这个叫 Normal 啊，NORMAL Normal 法线贴图，然后点击新建，然后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矢量连接到这个矢量啊，让它的 UV 保持一致。sRGB 色彩空间改为非彩色啊，因为它是法线贴图，体现的是凹凸信息，就不是颜色信息了啊。好，选好以后选中这个节点，然后我们还是来到烘焙这里啊 ，Cycles GPU 渲染，然后往下拉到烘焙这里，然后烘焙类型法相，然后所选物体到活动物体罩体区域是0.02。OK， 这些都 OK 了以后，我们点击烘焙，等一会儿啊，我们会得到一个青蓝色的一张图啊，就是这样的东西。这种东西呢，其实就是体现的是凹凸信息啊，用紫色、青色、蓝色啊这种颜色，包括红色、绿色，很少量的红色、绿色就属于错误的地方啊，去表现它的凹凸信息啊，凹凸信息。它因为有些地方没有完全重合，你看这只手跟原来的这个手就没有完全重合，所以它烘焙出来的法线贴图肯定有大量的错误。但是没关系啊，我们要的只是头发和脸这一部分啊，正确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高模给它隐藏掉。隐藏掉啊，彻底隐藏啊，包括后面这个。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位置添加一个法线贴图的转换器，连接到法相，然后这个颜色连颜色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凹凸结果啊。我们先看头部啊，其实我们要的就是头发这一块，对吧？表面我们打开材质才能看得到啊，打开材质，然后我们把这个四表面散射可以先暂时关一下啊，这样能看得更清楚一些。看，如果我把这个法线贴图给它断掉啊，看一下以前没有法线贴图是什么样，断掉就是这样，看见没？如果把法线贴图连上，它会有一些凹凸信息，对吧？断掉，连上啊，有一些包括这个鼻子上还有一些这个麻子啊之类的东西，包括眼睛啊。那这些凹凸信息有些是很有用的，有些是没有用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块黑斑，这个就相当于原来的高模跟低模有些地方没有重合啊。那这种修正啊也是要花点时间的，怎么修呢？一样的啊。也是选中它，选中这个法线贴图，进入到纹理绘制，用涂抹工具，用涂抹工具把这个黑斑给它涂抹掉就行了。就像这样，啊，这一块的错误就没有了，对吧？那这一块如果我不想让这个眼睛这里有一些过多的杂乱的凸起，那我也可以把这一块给它涂抹掉。看，这个凸起凹凸这个结构就没了，涂抹掉，涂抹掉，涂抹掉，对吧？这样也可以啊。然后我们再来看手这个地方啊，手这个地方的错误会特别的多，因为原来那只手高模的手跟低模的手完全不一样。那这一块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盖掉啊。选中它，直接 Ctrl 加 Shift 点这个 Normal 贴图，让那个 Normal 贴图直接连接到输出节点。然后我们用绘图笔刷 Shift 加 X 直接涂掉啊，不要这里的所有的凹凸信息都不要，就是我们只要它对我们有利的地方，不要没有利的地方不要啊。这边也是一样，涂掉啊，因为它这里是错的，错的就还不如没有啊。你看头上的这些信息我们就保留，对，头发上的、脸上的这些我们就保留，对我们有利的，其他的部分就没有什么凹凸信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平坦的模型啊。来到后方还有一些错误啊，就直接把它盖掉就行了，不要凹凸信息，平的啊，只有头发上要一点凹凸信息啊。好，涂好以后啊，我们再按住 Ctrl Shift 点原理化 BSDF 就恢复回来了，这样手就正常了，手上也不需要什么凹凸啊。这里还有一点。点这个啊，这里还有一点，盖住，或者你到这个地方来画也可以啊，那个地方容易画错。好，画完以后，我们把这个底下给它原理化 BSDF 连上，手就是光滑的啊，它没有什么凹凸，所以不需要法线贴图，只有头发上面啊这些地方需要一些法线贴图的加持啊。但是法线贴图它的重要虽然很神奇啊，但是它的重要程度远不如基础色来的重要。它存在就是为了就是多这么一点点凹凸的这个凹槽啊这种东西啊，对吧？我也可以撤回去啊，尽量的去让这个，你看这个地方，我可以让颜色去跟凹凸信息做匹配，那我就把颜色推过来就行了，推到这儿来啊，这些细致的调整啊。
由于我们是 AI 建模啊，已经省了很大的力了，所以在修正这方面花点时间是很正常的。好，就是这样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低面模型，但是它又拥有高模的细节啊，比如说头发，它又有高模的这种纹理沟壑啊。那所以有同学说，那我确实是，那就烘焙法性贴图的一个前提就是你的高模跟低模得尽量的形状上要匹配，如果不匹配，它是烘焙不上去的啊，在神仙也烘焙不上去啊。好，现在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东西，我们把衣服给它打开啊。其实大家可以先从这些简单的模型开始入手，上手啊，然后进入到文理绘制，我们把这个 CC 打开，点这个保存所有图像也是可以的啊，保存所有图像。然后如果这个文件你要发给别人啊，那你就要文件外部数据自动打包勾上啊，这样自动打包勾上以后呢，确实文件会大一些啊。好吧，理解了吧？大家就可以按照这个做一个出来。然后我们第7节课啊，第七节课7、8、9 3节课是骨骼绑定，我们会用到这个模型，所以我之所以今天要做这样一个视频啊，这是一个简单的练习方式啊，你可以用 AI 去生成一些简单的模型，就像这样，用一些简单的图生成一些简单的角色身体，可以是裸体啊，卡通的没关系，越简单越好啊，有手有脚有头就行，有脸就行，越简单越好。然后这样的话，你能够快速的去熟悉这一套流程啊。那当然，你把这套流程搞会了以后，你也可以去生成这样的模型，给它穿衣服。这个图就是通过这张图生成的，对吧？那你这个模型下载下来，你可以把它的头砍掉，手给它砍掉，只留下这个衣服和鞋子，对吧？然后把它进行自动拓扑，然后烘焙它的这个基础色材质，把它安装到我们的低模上也可以，理解了吗？为什么让大家先做这个简单的模型，就这个目的。你会处理了，那这些东西你肯定也会处理了，它的再复杂的衣服你也会处理了，对吧？这些就是可以减少你手工的去为衣服建模的时间，好吧 ？OK， 所以咱们今天的课是讲今天7、8、9 3节课啊，接下来3节课讲骨骼绑定，我们对模型方面的、对建模材质贴图这方面的介绍就会少一些了啊，所以前期大家把这个基础先打好。